如今说起李亚鹏，想到的已经不是他的影视作品，而是他的老赖身份和赘婿身份。在赘婿、明星、商人这3种身份里，李亚鹏最胜任的还是第一种。早年从柯蓝到周迅再到王菲，一个个前赴后继，他的女人们都比他有名、有钱、有成就。现在的李亚鹏到底还算不算娱乐圈中人呢？只要他的女人们都还在圈中，他不在也在。既然如此有魅力，认清自己的优势，兢兢业业地做好贤内助，日子也会很好过。然而李亚鹏至死不愿意。他说，财务独立才是男人的根本，否则感觉身为男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所以才要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力证自己是个有能力的男人，结果把自己证明成了老赖。这些年李亚鹏的商海沉浮真的是一言难尽，他的女人缘有多旺，他的商人之路就有多坎坷。连老赖身份都能赖掉的港商李亚鹏，怎么会投资啥都失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赘婿李亚鹏。李亚鹏1971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高3那年他爱上了校园女神刘岩。那年中戏，去乌鲁木齐招生陪女友进场的李亚鹏也花了5块钱报名，他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和女友同时考上了中戏。所以尽管他内心并不想当演员，还是硬着头皮学了表演。中戏毕业后，在家写剧本、搞创作的李亚鹏接到了电话，邀他出演《北京深秋的故事》。为挣钱给母亲治病，李亚鹏就去拍了这部戏。就在这时，他遇见了一个北京姑娘柯蓝。那个时候，李亚鹏还是一个穷小子，而柯蓝已经是一线主持人。两人第一次约会，李亚鹏请柯蓝喝雪碧，因为他没有钱买酒。柯蓝反而觉得这样真实的李亚鹏很可爱。后来在柯蓝的介绍下，他签约了唐人公司。于是1998年，李亚鹏出演《将爱情进行到底》这部内地最早的偶像剧，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初代流量。走红后，李亚鹏立刻就在同一年办了本婚庆杂志，叫《婚礼》，据说是国内第一本以婚庆市场为对象的杂志。结果因为不了解市场而失败，赔了200万。同时，他和柯蓝的感情也到头了。没过多久，李亚鹏就和另一位当红的超模瞿颖谈起了恋爱。那时的瞿颖刚刚出演了张艺谋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张艺谋用西安话说的那句“安红，我想你”，让她成为了当红某女郎。这时的李亚鹏演艺事业也再创辉煌。2000年，李亚鹏出演电视剧《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拍戏赚了钱后，李亚鹏又不安分了，心里那个商人的心又蠢蠢欲动。他搞了个婚庆交友网站叫喜宴，还拿到了5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可3个月后，互联网泡沫破裂，喜宴关门大吉。同时，他和瞿颖的感情也走到末路。张纪中的《射雕英雄传》开拍，李亚鹏继续饰演男1号郭靖，他遇到了黄蓉、周迅。一线女演员周公子在遇见李亚鹏后，立刻向全世界宣布：李亚鹏满足了我对男人的一切幻想，彭吹非周迅莫属。这时的李亚鹏一边谈着恋爱，一边又想做生意了。他和哥哥一起成立了公司，开始投资拍戏。投资的第一部戏就是和周迅主演的《海滩》。这部戏虽然口碑一般，但是当时靠着来自2位主演的热恋绯闻热度，也算是打响了李亚鹏影视投资第一枪。可接下来他投资的电影电视剧，除了炒冷饭的《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电影版，他都是拍一部赔一部。在当时大火的文艺市场，李亚鹏就是有能力一手好牌打到烂。周迅遇见李亚鹏，以为这段爱情可以进行到底，没有想到这段曾轰动过整个娱乐圈的恋爱，1年后无疾而终，只剩下一句“他满足了我对男人的所有幻想”，至今仍振聋发聩。之后就到了天后王菲。有人说，每个女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王菲，就算王菲李了结结了离，交再多的男朋友，但是她从来没有向权贵低头。早年她在香港有富商追求她，和她逛街要买个名牌包包给她，王菲冷笑道：“我自己没钱买嘛。”所以王菲成为许多女人心中女神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位天后巨星，也被李亚鹏收割了去。李亚鹏为何打动王菲？据说当年李亚鹏追求王菲也没少花心思，日均上百条短信攻克天后芳心。王菲喜欢笑话，他就每天发100多个笑话逗她开心。
王菲开演唱会，李亚鹏自掏腰包买门票，送一帮朋友们去捧场。光是买王菲演唱会门票的钱，李亚鹏就花了100多万，笑称这是娶一个天后的代价。2005年，李亚鹏终于如愿嫁入王府。那一年，李亚鹏34岁，王菲36岁。这个时期是李亚鹏感情的高光时刻，与王菲的婚姻让李亚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06年，两人生下女儿李嫣。李嫣患有先天性唇腭裂，两人为女儿求医治疗的同时，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而伴随着嫣然天使基金一同崛起的，还有李亚鹏的商人形象。李亚鹏从嫁给天后王菲后，演戏就迅速变少了，可却越来越忙，越忙越亏。他和每一任女友谈恋爱都想着做生意，到了王菲这里更不会例外。2005年，李亚鹏和王菲与合伙人一起做了一家酒吧，投资超1000万，罕见的大手笔，也没有榨出满堂彩。相反，由于过高的门票亏损关门。2012年，李亚鹏成立书院中国。李亚鹏说，嫣然天使基金是为孩子做的，而书院中国是他自己想要做的。那么他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个项目的呢？那是一个下午，在云南丽江，他和助理去一个小院子里喝茶，主人不在家，他们便推门而进。推门的那一瞬间，李亚鹏内心的一个想法破茧而出：我要做中国书院。书院的想法就是这么任性而生。再接下来就是那个著名的雪山艺术小镇项目。据说王菲和李亚鹏离婚的原因就是这个地产生意。当时休闲度假地产概念刚刚兴起，李亚鹏认为自己抓住了时代机遇，成为了云南丽江雪山艺术小镇的开发商。王菲并不看好这个项目。2013年，李亚鹏仍然进军地产业，夫妻10年情路也走到了尽头。这些年唱衰的声音没停过。王菲粉丝不喜欢这位姐夫，总嫌他花了王菲的钱，沾了王菲的光。当时有王菲密友称，王菲出道多年，身家保守估计可达10亿，李亚鹏的身家顶多是他的1/10。但是李亚鹏热爱经商，偏偏战绩不行，时常要王菲给他补漏洞，为此已赔掉了王菲的1半财产。而李亚鹏的好友则为其否认，说李亚鹏地产事业项目很大，不需要靠老婆。李亚鹏本人更是在采访中有意无意地强调，称自己比王菲有钱多了，都是自己在养家。2013年，李亚鹏和王菲宣布和平离婚。李亚鹏在离婚声明中还特意强调了一点：我们从恋爱到结婚，财产一直是独立的，所以也不存在财产分配的问题。看得出来，李亚鹏非常忌讳别人说他用了王菲的钱，或者是沾了王菲的光。但是这场婚姻中，利用天后妻子名气做生意的事儿，李亚鹏确实没少干。就算离婚了，他的楼盘营销还在放王菲的歌和影像。王菲老公和天后前夫的标签一直如影随形，这给他带来困扰，却也给他带来实惠。与王菲的一场婚姻，李亚鹏一点也不吃亏。然而，也正是在与王菲离婚之后，李亚鹏商人身份的种种不顺，才逐渐显露在大家面前。雪山艺术小镇整个项目占地400多亩，涵盖公寓、别墅、酒店和商业院落等产品，定位挺高端，设想挺美好，但是就是没有买家。最终拖垮他的就是这个房地产项目，李亚鹏陷进去了，还好王菲没有。因将爱情进行到底走红的李亚鹏，曾经是国内最炙手可热的男演员，手握金庸剧男主，搭档4大花旦，演员之路一片坦途。如果他好好演戏，现在也可能成为像同班同学陈建斌那样的实力演员。那么，为什么李亚鹏不在演员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呢？非在自己不擅长的商人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在一次采访中，李亚鹏剖析自己以前心里瞧不起演员这个职业，他认为以自己的实力可以做点更大的事情，更渴望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做更多很牛的事情。2013年，他从长江商学院毕业时，论文题目是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未来和发展。李亚鹏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创业者，他要做书院中国这种事业。但他的知识储备和社会人脉似乎离书院中国这个项目还有些距离。与其说李亚鹏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如说他还是个演员。别人是在虚拟世界中扮演虚拟角色，他是在真实世界中扮演幻想中的自己。他想成为地主，于是他就扮演成一位地主。当年鲁豫问李亚鹏给自己的商人身份打几分，他淡定道：如果做演员能打60分的话，做商人就是80分。明明那么赔钱，却又那么自信。
李亚鹏的从商经历，他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李亚鹏果真是商业绝缘体，所有人都在好奇李亚鹏的商人之路怎么比情路坎坷这么多？为什么他总是赔钱呢？李亚鹏倒是为自己找到非常完美的总结。他说，是因为他从来没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投资宏大的雪山艺术小镇项目，据说最终卖出的30多栋别墅，有一半都是圈内好友买的。终于，李亚鹏在群聊中发出的一条语音被媒体曝光。他说：“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需要怎样我都可以，需要我跪下，需要我趴下，我都可以。项目基本上是停滞状态，你们需要我一个什么样的保障？我给你们一个保障。”李亚鹏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要钱没有，要我的尊严，你们就拿去吧。”这段录音一出，网友纷纷留言：“王菲一场演唱会就能救他，就是不愿意。没王菲他啥也不是。”应该找谢霆锋借一点，看在王菲的面子上，一定能帮你渡过难关。李亚鹏方很快回应说，那段录音遭人恶意剪辑，内容并不真实。2015年，李亚鹏和哥哥被告上法庭，要求偿还欠款4000万元及利息。这4000万不止让李亚鹏背上巨额欠款，更撕下了他作为商人的伪装。他早就退出娱乐圈，再没有拍过戏了。天价片酬是从2016年才引起关注的。早年拍戏所得的片酬，经过他这些年的瞎折腾，还能剩下多少？一审李亚鹏败诉了，二审要查封李亚鹏名下财产，他名下又没有财产了。到了3审，已经成了老赖的李亚鹏。法院在执行限制高消费环节，发现执行不了，因为李亚鹏早就因为是王菲老公的原因变成了香港居民，可他应诉时提交的都是早已被注销的内地身份信息。李亚鹏连老赖身份也赖掉了。李亚鹏想做企业家、做商人，但这些都失败了。娱乐圈这些年的更新换代，更是没有留给他回归的位置。此时的他想重新出发，可选的赛道不多了。李亚鹏一直也没有放弃转型商人的梦想，现在一头扎进了短视频行业。云南小院喝茶和如今李亚鹏的状态不谋而合。李亚鹏用几条土味短视频就将自己打造成了男版李子柒，传闻他挖走了李子柒的团队，但被他本人否认了。如今的李亚鹏已经从一个忧郁的文艺青年蜕变成了一个油腻的文艺大叔。这几年干啥不行，还成了老赖，但他仍然吸引漂亮小姑娘，他的女人缘仍然强大。在和王菲离婚7年后，他和90后彝族超模美女海哈金喜结婚生子。有网友说，看来生孩子还是得要靠70后。两人一副岁月静好的样子。有人说，当李亚鹏的身边人不再是一线模特瞿颖、一线演员周迅、一线歌手王菲，而是海哈金喜，他可能连赘婿大法也失去了。但是海哈金喜比李亚鹏年轻了近20岁，他未来的潜力一定也比李亚鹏大。如今李嫣有了同父异母的小弟弟，窦靖童有了异父异母的弟弟，也不知道对李亚鹏来说算不算是得到了成功的升华呢？李亚鹏和前妻王菲一起创办的那个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这个医院呢可能会成为历史。那有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可能会好奇说，这李亚鹏他不是搞直播带货卖茶叶的吗？他怎么还开了个医院呢？这里面的事情啊其实还挺多的。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用一个视频呢，全帮大家把这个来龙去脉给他讲清楚啊。所以这个李亚鹏呢，他是70后是吧？出生在新疆。他倒真是正儿八经的94年的时候呢，进了中央戏剧学院的那个新疆班，跟那个陈建斌啊以及王学兵啊都同学嘛。后来出来之后就拍戏，98年就火了，跟徐静蕾拍了一个《将爱情进行到底》，对不对？一炮而红。再到后面的话呢，就认识了张纪中，然后啪啪来了个《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一下就把这个江湖地位就继续抬高了一个档次嘛，彻底成为连我妈都认识的超级大明星嘛。然后到了这个2005年，大家都知道的，跟天后王菲那2个人结婚，但是在2006年5月份的时候呢，出事情了，就李亚鹏跟王菲的这个女儿李嫣出生。但这个孩子呢，居然是患有罕见的先天性这个唇腭裂的嘛，这个口腔上方这一块跟这个嘴唇这一块连着这一块的话呢，先天是有破裂的。那么李亚鹏跟王菲呢，后来就是去美国，先把这个女儿的这个手术给动了。
那同时的话呢，那年的这个8月份，我记得那些年就是正好我读大学嘛，那会儿的话呢还是个播客年代。李亚鹏就是在这个播客当中发文宣布一个消息，说我们打算跟这个朋友呢一起捐款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帮助国内的这个唇腭裂患儿嘛。然后11月20号的时候，一个名叫嫣然天使基金的这个基金会呢，真就搞起来了。李亚鹏当时就说，我跟我的这个孩子李嫣的话呢，就受到了这个世界的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打算把这个爱呢给传下去啊。那一开始这个嫣然天使基金会呢，它是挂靠在中国的这个红十字会基金会名下的，启动资金100万，那就是李亚鹏跟王菲呢自掏腰包。目标就是要救助呢14岁以下的贫困的唇腭裂儿童，而且速度很快啊！11月刚成立，12月的时候他就啪是吧拨钱，先是帮一个婴儿做了一个这个唇腭裂手术，那后来又帮这个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唇裂手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同时他举办很大影响力很大那个慈善晚宴，当时那个李亚鹏啊、王菲那这个明星大腕朋友很多的是吧，都来了，当时在那个捐款。那一晚上就募到了这个款项是800多万。一开始这个基金会它这个运作模式很简单，就基金会拿钱，然后呢联系一些专业的能够做唇腭裂手术的医院呢来合作，然后免费就帮那些贫困的这个孩子呢来做手术嘛。然后呢，你比方说再出现一些重大灾害事件的，像那个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基金会它也会出去紧急拨款。你比方说那会儿就捐了这个500多万，成立了一个专项医疗队，是吧？就给当地那个受伤的这个儿童呢提供那种整形啊、修复的这个治疗嘛。你像最近李亚鹏不是有一个视频说他有个4女儿嘛，就叫朱春燕这个小姑娘，当时就是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呢，很不幸她这个双腿高位截瘫嘛，后来李亚鹏、王菲夫妇的话呢，就去了之后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帮助她，然后后面这个一直这个孩子很努力啊，很争气啊，就考上大学为止啊，然后呢一路成长过程当中，李亚鹏一直保持跟他联系到今天嘛，甚至到了09年的时候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医疗队呢，就去到了那个西藏那个阿里海拔很高的这个地方去当地的给孩子们做手术啊，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救助数量啊已经突破5000例了，累计募款超过1个亿。然后在这个2012年的那一年呢，非常关键，就基金会啊，它不光只有钱了，还成立了一家呢属于自己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就今天视频当中李亚鹏拍出来的那个就快要倒闭的那个医院，就是12年的时候成立的。你要知道，这个是国内首家专门针对唇腭裂儿童的非营利性综合医院啊，挂号费10块钱是吧？那贫困孩子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申请是吧？全额免费治疗。但那会李亚鹏个人经历来讲的话，他其实已经暗藏危机了嘛。大家都知道，因为李亚鹏当年是06年吧，那个《射雕英雄传》拍完之后就没怎么出来演电视剧了，后来就做生意去了嘛。尤其还碰了这个房地产，最有名的不是就在那个丽江搞了一个雪山艺术小镇啊，都是豪宅别墅是吧？他们身边很多朋友去那里买杨坤啊、内因啊，都在那里买了房子的。但后来这个盘就没做起来嘛，砸了嘛。李亚鹏当时巨亏，后来资金链断裂之后撑不住了之后，就把他就出售了股权给阳光100这个地产公司。就阳光100进来之后呢，也被拖进去了，也资金链断裂嘛。到去年的话，我看这个李亚鹏作为丽江雪山投资有限公司的这个第2大股东啊，还被北京的金融法院恢复执行4.5个亿啊。其实做那个盘的时候的话呢，就是在2012年前后的4月，滑铁卢的同时，2013年跟王菲那个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啊，是吧？当然还有2014年还来了3连击，就是有个叫做这个周硝烟的这个人呢，实名就举报这个嫣然基金呢，他有7000万的那个善款，当时说是就是怀疑的下落不明，涉嫌什么巨额利益输送嘛，同时还质疑说你们那里普通老百姓做的那个人均手术那个成本也有点高。那虽然说这个事情后面是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之后发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公信力被这么一整的话，是不是多多少少受到影响了，是吧？再后面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嫣然基金它就不挂靠在这个红十字会名下了嘛，跟韩红基金会一样，就独立出来成独立法人了。
再后面呢，就是从2017年到2026年过去，那又快10年了。到今年为止，反正这个基金会呢，就这么正常的在那里运作着嘛。但实事求是讲，运作归运作，但是在最近的这个8、9年、10年时间里面，影响力大不如前了甚至到今天你看到了，快撑不下去了嘛。这里的这个原因，你说复杂可以很复杂，有很多原因的。但说简单的话，其实就一个字嘛，钱你做公益是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投入的。你现在你作为主导者，这个李亚鹏自身都难保了，身背巨大的这个债务你要通过他这边输血是很难的。你关键是10年前北京的这个房租跟现在的这个房租是一个价格吗？李亚鹏自己在那个前天的那个声明当中不就明说了吗？现在这个医院所在的那个办公楼的话呢，是2020年的时候就到期了，但到期之后，这个房东呢就把这个租金啪一下提高了1倍李亚鹏刚刚我们就讲过了，他是2013年前后呢，就实际上已经出现财务危机了。到了2020年，利滚利，天知道老天爷已经把这么一个男人已经卷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怕这个房租你再涨1倍的话，确实想想都难，对不对？这个事情反正你最后怎么发展的话，我跟大家我们一起去关注这个后续。但是有一个数字呢，我想是我们每个朋友都应该关注到的，就这个嫣然基金会从成立到今年06年成立到今年的话，正好20年了。截止目前累计救助了呢1.6万唇腭裂的这个患儿。李亚鹏做房地产拿不出什么标杆来，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明星公益史上，你说要找出一个标杆的话，那么他跟王菲一起创办的这个嫣然基金的话呢，至少在我的这个心目当中，他就一定算一个。你说呢？他叫李亚鹏，擅长把一手王炸牌打得稀烂的文艺青年，曾经的国民偶像，还是传说中的女神收割机，与众多女星的6段感情无缝衔接，钓上了天后，成就人生高光时刻。在公众的眼中，他既是软饭硬吃的赘婿，也是热衷慈善的公益人物，但他如今的人设却是血本无归的老赖。昔日偶像一夕沦为在线上直播间卖惨带货的埋汰大爷，他的经历更像是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大家不禁好奇，人生起点颇高的他立下的 flag 是要做很大的生意，但却在跳入商海后一沉到底，连回声都带着理想主义的余音。相信很多人对李亚鹏的印象都是将爱情进行到底，中性子倔强但又很专情的长发青年，和新版《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吧。1971年9月27日出生的李亚鹏，祖籍是新疆乌鲁木齐，父亲是无线电工程师，母亲则是儿科医生。他还有一个哥哥叫做李亚伟，外公林兆华据说原为国民党军官。1949年留下妻女在大陆，只身去了台湾。家境不错的李亚鹏在中考失利后，前往安徽投奔他的姨妈家复读，之后进入合肥八中开始高中生涯。高3的时候，因为和社会人士打架，被迫离开合肥，又回到了新疆继续参加高考。由于父亲是个工程师，他对机械制造类也比较熟悉，所以第一志愿便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但是李亚鹏当时交往了一个叫做刘岩的女友，女友执意要上中戏，他便陪着去面试，顺便也糊里糊涂地参加了一个面试。恰逢当年中戏开始文理兼收，并计划当年在新疆招生一个班级作为代培生，所以2人双双被中戏录取。女友刘岩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很快在学校中就大放异彩。认知方面产生了差别的她，很快和李亚鹏渐行渐远。刘岩转身交往了一个导演，还拍摄了电影。不过中戏只读了1年的她就退学了，也没有继续演员的生涯。她和男导演分手之后，更是火速嫁给了一位海外的画家，据说过得不错，从此便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李亚鹏对表演并不是那么在意，加之女友又在中戏读了1年之后就退学，他对表演就更加没有什么执念了。只是对摇滚痴迷的他，大2就找到了唐朝乐队的经纪人，表示说想把真正的摇滚乐带到新疆去。看到李亚鹏很执着，经纪人表示商业演出需要保证金，要是有保证金我们就去。对于年仅21岁的大学生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小的费用。但是为了梦想，李亚鹏做了很多。他一放暑假就回到新疆，父母借了800块钱，带着一帮14、15岁的孩子，组建了一支摇滚演出委员会。
一帮人沿街拜访了总共87家的企业，拉到了9.7万元的赞助。演唱会的门票在短时间内便全部预售完毕。当李亚鹏把14万元的门票钱放在了唐朝乐队经纪人郭一广面前时，连见多识广的经纪人都觉得难以置信。李亚鹏将摇滚带到了新疆，心中满满的成就感。他买完了回京车票之后，就把其他的钱全部印成了文化衫和海报，在街上免费的发放。也正是这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让李亚鹏的心中种下了经商的执念，让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中戏毕业之后，李亚鹏开始在娱乐圈里崭露头角。闯荡的岁月刚刚开始，在一个偶然的聚会中，他与柯蓝相识。1972年出生的柯蓝本名钟好，好爷爷钟期光在1955年就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成长在一个高干的家庭，但却非常独立的柯蓝，14岁便独自去加拿大留学，之后在香港工作。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模特这一个行业。柯蓝独特的气质一下子就被人看中，很快在香港模特界火了起来。1994年，柯蓝进入了主持行业，成了卫视音乐台第一代红遍亚洲的 VJ。不到20岁的姑娘，1个月就有30多万港币的进账。1996年与李亚鹏相识的时候，柯蓝已经是个名主持，事业蒸蒸日上。人脉深厚的他，尤其在北京和香港颇具影响力。李亚鹏经常给柯蓝写情书，一封接着一封，还时不时地送鲜花，变着法地讨女孩欢心。后来柯蓝很快就被他打动，陷入热恋当中。她也是一个率性的女子，对这段感情特别的投入，不光在经济上支持李亚鹏，还利用了自己的人脉，不遗余力地帮李亚鹏在事业上找发展的机会。而在他的牵线搭桥之下，李亚鹏先后出演了《京港爱情线》、将爱情进行到底这些特别火的电视剧，一下子就成了大明星。有了资本的李亚鹏便开始了投身商业，开启了他那悲壮的赔本之路。他还鬼打墙似的在失败的路上一路狂奔。1999年，李亚鹏投资50万创办喜宴婚恋网站。他进军互联网的勇气可嘉，因为当年有通过互联网赚钱想法的人只有马云之类的商界奇才。然而运营9个月之后，因互联网泡沫破裂被迫倒闭。2000年创办婚礼杂志，因刊号问题停刊，亏损约200万。同年，李亚鹏创办美丽春天文化传播公司，投资的影视剧均未盈利，仅仅有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电影版回了个本。就是这样，李亚鹏一面努力的接戏赚钱，一面不停的试错投资各种赔钱项目。虽然事业并不顺利，但是李亚鹏的感情始终精彩。随着他演艺事业的不断推高，与柯蓝的感情也很快走到了尽头。此时的李亚鹏又遇到了一个据传恋爱脑的名模。出生在1971年的模特瞿颖是中国第一批的名模。1996年，她因为长相气质出众，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出演了电影《有话好好说》中的女主角安红。从此，她的事业迎来了巅峰。此时的李亚鹏也刚刚凭借将爱情进行到底爆红。两个人的爱情一度羡煞旁人，据说中间牵线的红娘还是知名导演张纪中。这对金童玉女曾经高调的在媒体前示爱，李亚鹏还肉麻地说：“我是可乐，他是雪碧，主打一个甜蜜。”不过甜蜜过去没有3年。2001年，李亚鹏开始拍摄《射雕英雄传》，他又移情别恋了校花周迅。坊间传言，当时李亚鹏与周迅的绯闻盛嚣尘上，瞿颖得知之后，便马上第一时间去剧组探班，并亲眼看到男友搂着别的女人暧昧多年。之后，李亚鹏回忆说，当时瞿颖的眼神让人害怕，而瞿颖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当时的亚鹏让我很受伤。周迅比李亚鹏小4岁，在《射雕英雄传》中饰演古灵精怪的黄蓉，在现实生活中，她也和靖哥哥成为了恋人。两个人在接受采访时眼神如胶似漆，一刻都不想离开对方的身上。走红毯的时候更是十指相扣。彼时23岁的周迅已经是炙手可热的当红小花旦，大家都觉得虽然李亚鹏也火，但配不上周迅，所以外界盛传李亚鹏吃软饭，高攀周迅。李亚鹏对周迅献殷勤，呵护备至。两个人在一起的第2年，也正是周迅生日这一天，李亚鹏送给了周迅一个特别的礼物，一枚戒指。周迅心里渐渐也产生了一个念头，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我非他不嫁。借着这枚戒指，周迅在媒体面前表白了李亚鹏。
但只可惜，这个举动吓坏了事业正在上升期的李亚鹏。恋爱中的情侣，一个想进，一个想退，不同频的两个人注定也会走散。与王菲的相识是在那英组织的一场牌局当中。王菲是跨越1990到2000年代最成功的亚洲歌手之一，用天籁般的声音俘获人心，包揽两岸三地的各种音乐奖项。她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销量最高的粤语女歌手。嫁给李亚鹏前，王菲的个性桀骜不驯，这样的性格其实在一个艺人的身上并不讨喜，但实力雄厚的她，哪怕就是怼天怼地怼空气，粉丝也依然都会宠着她。风飞恋结束之后，王菲深陷低谷之中。李亚鹏为了讨天后的欢心，经常跪牌给王菲，并对她展开攻势。他经常给王菲打电话聊天，知道对方喜欢笑话，就四处搜集发短信逗她开心。这样半年如一日的做舔狗，其实没有一丝真心的话，也很难做到。为了追求王菲，李亚鹏还会辞掉自己的片约，满世界的追着王菲的演唱会跑。他后来说，总共花了100多万买演唱会的票送朋友。俗话说，好女怕缠郎，李亚鹏的执着终于打动了天后。2005年7月28日，王菲与李亚鹏于乌鲁木齐悄然举行婚礼。次年，他们的女儿李嫣诞生。在那段时间里，王菲甚至决定告别娱乐圈，将精力全部集中在家庭生活。但是李亚鹏这种性格的人实在是太能作了，即使是天后也架不住他一次又一次的折腾，动辄几亿元的亏损。2013年9月13日与李亚鹏离婚的消息也是经王菲的微博公开宣布的。紧接着，李亚鹏也出声表示结束了8年的婚姻生活。这场感情纠葛最终落下了帷幕。对于天后来说，她恐怕是悔青了肠子，因为婚后的李亚鹏表现得像个长不大的野心家，但他事事都能给搞砸了。然而两人的离婚缘由并非全然明晰。在此之前，也有记者抓拍到李亚鹏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冯敬恩于街头激吻亲吻的画面。坊间也传言，这张照片无疑成了他和王菲离婚传闻的引发点。网上还有人对这对夫妻的感情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分析。王菲本在之前的婚姻当中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所以她对生养孩子的愿望并不强大。但是李亚鹏还是头婚，她还是不希望让丈夫失望。当两口子发现肚子里的孩子先天纯烈的时候，37岁的王菲很快就坚决地打算生下李嫣，因为她的信仰不允许她放弃。果然如医生所说，李嫣一出生，她的外貌上就与其他的孩子有所不同。李亚鹏亲手抱着女儿，面对媒体毫无遮拦，他望向女儿的眼光也是充满了慈爱。从李嫣出生的那一刻起，李亚鹏就知道自己要比其他的父亲做得更多，这样才能让女儿茁壮的成长。那个时候，夫妻也没有建立嫣然基金会的念头，只想着怎样把女儿治好了。在李嫣几个月大的时候，李亚鹏夫妻就带着她飞往了美国，进行了唇腭裂的第1阶段手术。手术的过程很惊心动魄，正常做下来也就是3个小时，而李嫣的手术尤其复杂，医生用了5个小时还没有结束，李亚鹏就等在手术室外。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李亚鹏抽掉了2包烟，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了100多次。也正是这个时候，李亚鹏萌生了建立嫣然基金会的念头。在洛杉矶儿童医院看着病床上的女儿，他默默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上帝给你这伤痕，我要让这伤痕成为你的荣耀。这是他对女儿的许诺。不过婚后的李亚鹏整日忙于折腾赔钱的事情，也无暇顾及家里，所以家中大小事务都是妻子王菲的操持。不仅要照顾李嫣，王菲还要兼顾自己的大女儿和婆婆，以及李亚鹏的一个侄女的饮食起居。作为丈夫的李亚鹏也知道委屈了妻子，他也在电视采访中说，操持一家人的一天不亚于电视台制作一台节目。但是李亚鹏还是坚持不懈地利用妻子的名利。早在结婚初期，他还不分场合地在公众面前秀恩爱，媒体拍到很多角度李亚鹏强吻妻子的尴尬瞬间，李亚鹏却不以为然，还不停地给自己脸上贴金。出于爱护李嫣，夫妻2人出资100万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会，以用来帮助和李嫣一样先天有缺陷但没有条件治疗的孩子们。2012年9月份，为了让贫困山区的孩子也能得到救助，嫣然天使基金还成立了国内第1支全部由中国医疗人员组成的医疗队，深入大山深处去帮助那些没有钱买票、
却希望能够被救治的孩子们。之后每一次的慈善晚会上，李亚鹏都看起来神采奕奕，而不喜欢热闹的王菲为了女儿也会如期到场。不过即使是做好事，网友发微博对嫣然天使基金财务透明状况还是提出了质疑。基金发起人之一的王菲随即转发了此微博，并回复道：一直公开透明。2012年5月27日，嫣然天使基金定点医院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正式落成。这家医院是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监管下，由李亚鹏、王菲夫妇等人共同倡导发起的，是中国第一间民办非营利儿童综合医院。随着时间的流逝，李亚鹏、王菲的感情逐渐磨砺成为亲情，夫妻之间表面上和气，但是私下里却暗流涌动，最终在一个契机之下瓦解崩溃。2013年，李亚鹏借着带王菲去某地旅游的借口，将她带到了一个珠宝发布会的现场。素颜的王菲明显看得出有一点尴尬，但是她还是配合了丈夫的表演。李亚鹏哗众取宠地打开舞台中央的一个大盒子，说是要送给妻子一枚钻戒。但是当盒子打开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里面提前放置的用来烘托气氛的蝴蝶，多数已经死掉，尸体散落在珠宝盒子的周围，只有几只蝴蝶勉强地扑棱了几下，也掉在了会场的地上。此时没有人理会天后的心情，她有信仰，心疼的她从地上捡起一只只的蝴蝶，还反复地说着不要伤到它们。活动最尴尬的是，最后王菲起身离开了现场。事情发展到如此的地步，恐怕不离婚也难了。后来李亚鹏有爆料说，王菲开始提出离婚的时候，他不同意。两个人结婚是在2005年婚姻存续期间，也是李亚鹏作品最少、折腾劲最足的时候。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他的天后老婆给的底气。2007至2010年间，李亚鹏投资的话剧亏损70%，夜店 VIP Rooms 因涉黄被查亏损400万。而2013年这一年，堪称李亚鹏人生最大的滑铁卢。他在丽江投资的雪山艺术小镇总投资35个亿，但因为定价过高而销售惨淡，最终以2亿贱卖51%的股份，欠债4000万。然而因为这个项目所产生的后续麻烦的官司，在后来的日子里又让他陆续亏损超过了1个亿。有人说，李亚鹏孜孜不倦地投身亏损的事业当中，难道就没有想过迷途知返吗？他到底是不是中邪了？尤其在后面都离婚了，他自己又不演戏，却始终能够砸重金为做生意而交学费。但其实他在离开婚姻之后的投资项目更加的夸张。2017年至2019年，李亚鹏在郑州、赣州开展了中国文股项目，规划高达61个亿，却因资金断裂最后烂尾，不得不再一次损失过亿。但让李亚鹏难堪的是，这2个项目在把他踢出局之后，状况却完全出现了好转。如此讽刺的局面，不得不让人怀疑李亚鹏情场得意，商场失意是注定的事情。当然，还有人调侃他公司都是由他的亲哥哥李亚伟代为决策和全权打理的，要不是这个亲人是个草包，就是李亚鹏遭到了至亲的算计。当然，这些只是传闻，但起码可以说明李亚鹏的感情生活和他的事业一样，总是阶段性的发展，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李亚鹏竟然和他的继女窦靖童非常的亲切，在李亚鹏经济不是很好的时候，依然在苦苦地支撑着嫣然基金会。2021年离婚6年后，窦靖童陪着李亚鹏出席了嫣然医院基金会的活动，不仅给嫣然儿童医院的活动站台，他还在拍卖王菲专辑的时候出了15万的价格。要知道当时王菲只喊了10万，李亚鹏喊了11万，窦靖童直接开喊了15万。这样的高情商做法也维护了李亚鹏和王菲的体面，真是一个贴心的孩子。王菲原本是一个佛系又不爱应酬的人，功成名就后就只想安心躺平，享受带娃、喝茶、练瑜伽的清闲日子。可是在和李亚鹏结婚这段时间，却总是要以一副女企业家形象为李亚鹏事业站台拉票。三观不合，再加上一地鸡毛的婚姻，让李亚鹏和王菲走向离婚是必然的结局。不过无论李亚鹏作为商人、作为丈夫如何的失败，他在做慈善方面的坚持还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成立10多年来，嫣然天使基金已经赞助了13418名唇腭裂的儿童，总计做手术下来的费用
估计保守也要有1个亿。离婚后的李亚鹏依然对经商初衷不改，他秉承着既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的决心，披荆斩棘。20年虽然屡战屡败，却丝毫打不垮他的意志，他总能做到屡败屡战。从2014年开始，由于经营不善，李亚鹏时不时地爆出负面的消息，或是成为被执行人被罚款，或是被限制高消费，他不得不在抖音开始做直播卖货还债。紧接着有合作者出来爆料，说自从和李亚鹏合作之后，公司无法负担员工的社保，甚至连公积金都无法按时缴纳，工资更是一直停发。2020年3月，网上开始有人爆出员工向李亚鹏讨薪。和王菲离婚12年后的2022年3月14日，李亚鹏宣布和海哈金喜走入了婚姻的殿堂。这段老少恋一经曝光，很多人不理解，海哈金喜年轻漂亮，家境优渥，为何会选择一个比自己大19岁且情史丰富的男人呢？海哈金喜1990年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州，彝族血统赋予了他独特的魅力。16岁那年，他参加了世界旅游小姐中国赛区的比赛，并一举夺冠，成为了中国旅游事业的形象大使。21岁时，他再次登上选美舞台，得了中国区超模赛的冠军。但是娱乐圈的竞争异常的激烈，即使有家境不错的父亲加持，他的演艺之路也并不顺利。认识李亚鹏后，他便逐渐地退出了演艺圈，夫唱妇随，还在3年前给李亚鹏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李亚鹏直播卖货的东西可谓是五花八门。2024年，他开发了一款白酒，名字叫做令狐冲。这名字协和了《笑傲江湖》里令狐冲的谐音，本意是想借势宣传。可如今离《笑傲江湖》开播已经过去10多年之久，热度早已散去。而这壶酒廉价的设计风格，也让众网友辣评令狐冲明明就是尿壶的感觉。近日，52岁的李亚鹏因为所谓的直播哭穷登上了热搜，再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倔强的他表示：“听说我一直哭穷上了热搜，现在就来一个全网悬赏。但凡能有提供我10秒钟直播哭穷视频的朋友，我们重赏5斤春茶。”好家伙，真的是3句话不离本行。其实他经常在直播间里哭穷，说自己欠债10几个亿，直播卖货10多年也没有还上。大年初5叫外卖，让快递小哥笑话他。随即有人扒出他家出入用的是价值360万的劳斯莱斯。在直播的时候，李亚鹏随手拿起一件自己珍藏的古董，说这个价值3个亿。上架的橱窗里，一件100年老白茶的售价450万。还有他一直会晒自己位于北京的豪宅，女儿李嫣在瑞士读书的费用是1年500万，据说由王菲和李亚鹏共同负担。这样看来，李亚鹏怎么也不像是个穷人。于是就有了人说，这对夫妇虽然不演戏了，但在生活中演戏圈钱还是挺有一套的。这不，2025年海哈金喜在网上的一则贴文再次的引发大家的讨论。他说正在搬家，小女儿哭闹着说不要搬家。而这一家子搬家的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换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经济不好，缩减开支也是家里面要面对的问题。他还表示，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条件艰苦也是无所谓。这个小娇妻也真的和李亚鹏很般配，起码目前来看，两人3观一致。正当网络上对李亚鹏的骂声一片时，18岁的李嫣罕见发声，她说了一句：“爸爸的债务和我有关”，瞬间引爆网络。曾经的亿万富豪，自己做成了背债的老赖，又怎么和慈善扯上了关系呢？慈善基金本来是钱生钱的一项善举，由专业人士打理和运营。富人做慈善本身是资产雄厚的体现社会价值的一种方式。王菲夫妇当年拿出100万元成立嫣然基金，与李亚鹏动辄亏损的几百万而言，渺小得很。而且他现在爆出的债务，谁信他的落魄是因为做慈善做的？如果真是这样，拿出证据来给大家看。所以李嫣的这一番表述，不知道他究竟是想要表达什么。其实李亚鹏的身上始终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性。看了他和小娇妻在网上的一顿哭穷骚操作，真心觉得李亚鹏后期不演戏，实在是中国演艺圈的损失。全中国都欠李亚鹏一个影帝的称谓。不过，对于10多年来李亚鹏一直坚持活跃在公益领域这件事情上，我们还是应该对他投以赞赏，感谢他信守承诺，坚持信仰。
李亚鹏这个人很魔幻，他可能最终留不住任何一个妻子，但和他有关的女人，每次谈起他的时候，却从来没有一句恶言。尤其是他的孩子们，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都会在他最落魄的时候选择站在他的身边。李亚鹏的难题并不是哪个糟糕的选择造成的，而是他一路上对经商这件事情太过执着。所以他的现状给我们大家一个启示：如果在一件事情上你的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就应该停下来认真的去思考，是否非得去撞这个南墙。或许绕路走，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呢。